烧仙草大家都吃过吗？估计除了南方地区的小伙伴，大多数人都会给你一套否认三连：没吃过，没听说过，不知道。但如果你问书意烧仙草喝过吗？相信我，比知道烧仙草的人至少多2个数量级。书意烧仙草顾名思义是一家主打烧仙草品类的奶茶店，曾经拥有7000多家门店，是门店数仅次于蜜雪冰城的第2大茶饮品牌，估值超过100亿。但最近2年，书意烧仙草的日子不太好过，不仅频频被官方点名质量问题，门店数量也在大幅下滑，加盟商们更是在社交网络上喊着要关店闭店。明明距离万店只差临门一脚，怎么最后却自乱阵脚了？如果说书意烧仙草的人生有分水岭，那这个分水岭应该在2022年3月。当时书意烧仙草刚拿到6亿元融资，估值达到100亿，门店数量也是仅次于万店规模的蜜雪冰城。那是书意烧仙草最高光的时刻，无论是市场还是加盟商都相信书意突破万店的日子不会太远，甚至上市也指日可待。但就像一个人如果过得太顺，就总想折腾点什么，品牌也是如此。于是手握大笔资金的书意烧仙草开始做品牌升级。品牌升级也不是什么坏事儿，很多企业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都会选择做品牌升级，一来可以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和消费者需求，二来也可以提升品牌形象。但问题在于，书意的这波升级并没有带来正向反馈，反而抹杀了它本来的特色。首先是过去传统的梳子 logo 被一只红色的小兔子替代，门店形象由中国风的红白配色改为极简红绿。其次，为了迎合茶饮健康化趋势，书意一改坚持10余年半杯都是料的定位，从烧仙草延伸到了植物基领域，打出天然植物香、清爽低负担的全新品牌 slogan。产品在基底乳的运用上几乎剔除了动物蛋白，脂脂末也升级成了椰乳、燕麦乳、绿豆乳、巴旦木乳等纯植物乳。结果就是红绿配色的新门店看起来像是山寨店，被吐槽审美廉价。新的 slogan 也与之前大家对其半杯都是料的多料型茶饮认知相冲突。更健康的鲜奶、燕麦奶也被消费者嫌弃口感寡淡，没有醇厚感，不如从前好喝。再加上产品原料升级，对加盟商来说就是利润压缩、成本攀升，这使得一些加盟店会为了降低成本，不惜铤而走险，选择低价劣质的原材料，甚至使用隔夜食材。事实也确实如此，今年315就爆出有书意门店会随意替换食材有效期标签，甚至店员会靠嘴尝食材有没有过期。更早的在3月初，书意的草莓波波酸奶被上海市消保委点名喊话，说这款酸奶中乳糖含量异常低，600毫升的饮品中仅含有70毫升的酸奶。最后迫于舆论压力，书意承认这款草莓波波酸奶实际上是一款酸奶风味饮品，并不是真正的酸奶饮品，后面也改名为草莓酸奶水果茶，重新上架售卖了。而就在书意陷入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困境时，他的同行们却在开足马力狂奔。2021年9月，书意曾对外宣称拥有超7000家门店，在行业内排名第2。但如今据窄门参演最新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7月，蜜雪冰城门店数为31219家，古茗门店数9433家，茶百道8502家，沪上阿姨8337家，甜拉拉6357家，书意烧仙草则只有6088家，排名已经下降到了第6位。事实上，在限制茶饮业，书意起步很早。2007年，85后的湖南人王斌买了张火车票，从长沙来到成都，拿着仅有的1万块，王斌在四川师范大学附近租了一家小店面，取名85度 T， 开始卖奶茶。起初奶茶店生意并不好，他便关了门店，到处跑，想要找到一种有特色的饮品。最后在广东福建地区，他发现当地人会吃一种叫烧仙草的小吃，并会用糖水、牛奶等做搭配，口感独特，还有清凉解暑的功效。这给了他灵感，他想四川人爱吃火锅，如果配上烧仙草应该会很受欢迎。于是他回到小店研究起烧仙草饮品，没多久饮品被开发出来，生意也越来越好。为了与其他奶茶店区分开，王斌还把烧仙草专卖直接印在了门店招牌上。之后王斌拉上自己的亲戚同学加盟，慢慢搭建起了茶饮品牌的雏形。到了2016年，85度 T 已经拥有了200多家门店，但逐渐发展壮大的门店引起了一家面包店品牌85度 C 的注意。没多久，85度 C 一纸诉状将王斌告上了法庭，起诉其店名侵权。无奈之下，王斌只能选择改名。
他想了很久，决定让新名称聚焦到产品上，舒逸烧仙草应运而生。改名后的舒逸烧仙草势如破竹，到2020年中就交出了5000家店的成绩单。而后面的发展大家也知道了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一路突破7000家门店，拿下6亿元融资，估值远超100亿。其实，在竞争激烈的茶饮赛道，舒逸烧仙草选的路很好，它找到了非常小众又便于做大的细分品类，那就是以烧仙草做大单品。烧仙草和王老吉有点像，两者原本都只是民间街头消暑饮品，有一定的消费基础，而没接触过的人也不排斥，甚至会想尝尝到底是什么味道，这就有了传播基因。另外，烧仙草本身很适合做奶茶品类的拓展。首先，它自带健康属性，是天然健康的草本植物，符合时下大家喝奶茶也要追求健康的大趋势。再者，口味百搭，烧仙草是口感突出型产品，口味独特却不抢戏，这就让它能与大部分茶基底小料组 CP， 和什么搭在一起都不违和，从而能延伸出很多花样。最后，纵观整个奶茶市场，大家做水果茶，做原叶鲜奶茶，没有哪个品牌是在烧仙草上做文章的。即使有一些区域性品牌，如悸动烧仙草，规模也远不及舒逸烧仙草，可以说是一个能打的都没有。所以舒逸烧仙草开局拿的牌并不差，但就这一手好牌还是被打烂了。原因在于舒逸的自废武功。据舒逸烧仙草加盟商表示，巅峰时期的舒逸有不少优点，比如定位很好，产品和市场有差异化，装修风格也不错，书卷风看起来很吸引人，还有产品成本配比合适，基本高毛利和低毛利可以打平。但现在除去品牌升级带来的定位模糊问题外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产品。有不少消费者表示，舒逸老是喜欢把好产品下架，比如橙曼山茶花，其他留下来的也不停地改配方，越改越难喝。加盟商们表示，舒逸的产品上新也似乎毫无逻辑，冬天出酸奶昔和冰沙，天热了上烤奶，正是季节的时候下架桑葚。而更让加盟商不满的是，从今年4月开始，舒逸就在不断下调产品价格，推出的多款果茶类新品定价均在10元上下，比起以往的菜单价格降幅达到了3至6元，产品均价从以往的15元左右移到了10元价格带。但问题是，产品价格降低了，进货价却没有任何变化。根据南都湾财社的报道，舒逸烧仙草的降价引发了不少加盟商吐槽，要走蜜雪冰城的低价路线，但是物料成本没有变，受伤的是加盟商。现在的价格，堂食勉强能赚钱，外卖恐怕都要亏本的，降价就能拼得过蜜雪冰城吗？其实不只是舒逸，在低价成为消费市场主旋律的今天，降价已经成为了新茶饮品牌的集体动作。前不久，古茗在广东地区推出为期3个月的柠檬水折扣活动，一杯柠檬水的价格直接从10元降至4元。刚刚上市的茶百道、酸奶紫米露折扣后仅需2.9元一杯，青梅绿茶叠加平台券后仅需6.9元每杯。再往前，高贵如喜茶也曾推出限时活动，10余款产品可以使用买1送1券，其中原价8元的芝芝绿岩茶后用券后只需4元一杯，性价比堪比蜜雪冰城。沪上阿姨则干脆推了一个子品牌茶瀑布，2元的冰淇淋，4元的冰鲜柠檬水，门店单杯饮品的价格多数都在4至8元之间，直接对标蜜雪冰城。只是降价是手段，却并非良药，因为打低价也是需要实力支撑的。像蜜雪冰城有自己的工厂，能够实现核心原料自产，并且加上庞大的规模效应，进而降低了成本，让它可以做出极致低价。而很多蜜雪的学徒走的还是从供应商手中采购原料，再转手卖给加盟商赚差价的中间商路子。更重要的是，降价会压缩利润空间，对品牌的长期持续经营产生一定冲击。类比咖啡赛道来看，瑞幸的最新财报显示，2024年1季度营收62.8亿元，同比增长41.5%，净亏损8320万元，而去年同期的净利润却是5.64亿元。也就是说，降价对其利润影响颇大，增收最后却不增利，而且降价难有回头路。一旦消费者接受了你降价后的价格，以后想要恢复原价必定是接受程度不高，因为价格战会造成反噬，价格战也吸引不来忠诚的信徒。所以舒逸烧仙草的 all in 降价，或许只会更加导致其面临更大的问题，比如品控，比如被加盟商抛弃。2年前，当舒逸手握6亿融资，站在命运分水岭的时候，不知道王斌在想些什么。但无论如何，他或许也想不到，不过2年，舒逸已从茶饮第一梯队被狠狠甩下。
而未来摆在舒毅面前的路，可以确定的是，一定不会太好走，但会是继续掉队，还是逆风翻盘？舒毅的未来，也只有时间知道答案了。